大家晚上好，我们时间正好，让我去稍微的用一点点时间去发个推特，然后招呼大家一下。开始直播，走你，然后这里，好，然后这里，好，15个人啊，有人点赞了，感谢。恩格尔系数那一期是不是不适用于一些情况，比如3年那啥啊，这个实物买不到。这个其实恩格尔系数这种东西，它本身是一个平均数，对吧？也没有什么。当然，你说你3年疫情，这个肯定是会有一些变化的，这个是没问题的。来了，欢迎啊！好，今天呢，咱们2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川普时代的汽车产业链怎么迁移。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想讲一下泡泡玛特的中国文化输出方式。大家知道我昨天应该是跑去特斯拉的店里去试驾了一下 Model Y，因为我前面这个车呢开了7年，然后也是慢慢的开始出现一些小毛病，就准备换车。然后 Model Y 开完了以后呢，整个感受非常好，20几万的车，就算是加上一个3.2万的一个辅助驾驶包，其实也就是应该是27、28万的样子吧，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整个驾驶感受非常好。只是因为小区的院子不让我进来啊，小区里头不允许买特斯拉汽车，所以只能放弃我的15000块钱的补贴呀，就搞不定了。准备过2天去试试小米啊，如果小米能行的话，至少得明年了。小米需要排队啊，这个事儿是一个比较讨厌的事情啊。这个所以呢，就趁着川大统领上台的时候啊，我们来讲一讲整个这个汽车产业链的一个迁移故事。好，那么我们就准备开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来讲一讲川普时代的汽车产业链如何迁移。首先，川大统领确实是上台了。这个里头有一点让我觉得很诧异啊，就是在投票之前那一周的民调到底是咋做的，对吧？在民调之前的2周再往前都是川大统领必胜，对吧？各种的遥遥领先，然后一到最后这一周的时候，突然就感觉两边都在使力气说不行了，有可能要输啊，有可能会有问题。这个一下整个的跟川普有关的各种经济指标，像比特币的价格，很多它的股票相关的信息都有明确的回调啊，这个让我觉得非常诧异，感觉好像是两边约好了一样。对吧？这个民主党说我们也得走一些好看的数据，然后到共和党这些说，我们也不能让大家掉以轻心，对吧？一旦大家觉得稳赢了，可能就不出来投票了，所以一定要让大家有这个叫做危机感啊。所以呢，双方配合起来，给大家看了一个势均力敌，甚至在很多的州里边，哈里斯还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出来，最后。让大家这个担惊受怕了一整天啊，特别是到11月5号的时候，但最终呢还是叫有惊无险吧，川大统领还是上台了。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不去详细分析了，因为你按阴谋论的方式，这个事儿就没完没了了，对吧？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靠关税解决问题的川大统领是不是真的智慧，是不是这真的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其实我们要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市场这种东西到底是一个怎么运作的方式？其实很多人都在去解释说，哎呀，这个美国给中国商品加关税，中国的 GDP 会下降多少，美国的 GDP 会下降多少，对吧？或者是两边的日子都不好过啊。也有人说，哎，我们不去加关税，我们去做补贴，我们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种限制出口，或者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是不是 OK？大家要注意啊，市场不是一个静态的。就是刚才所有分析这些方式的人，都是把市场作为一个静态的一个市场来去看待的。当然，他们有的时候也投机取巧，他们说什么呢？说这个关税一旦增加了以后，短期之内这个商品的价格会上涨，人民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对吧？它呢隐藏了长期可能会进行调整，或者市场可以自动适应这种新关税的这种可能性。对吧？它在里头加了一个这个定语，叫短期之内。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市场本身是一种动态平衡的一个状态。政府呢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以后啊，商人们呢会在市场里头重新找到平衡。这个最忌讳的是什么呢？最忌讳的是微调啊，事无巨细，哪样都想动一下，这个是非常非常麻烦的，这会打破市场自己动态平衡、动态调节的这个节奏，就跟很多人去吃那个益生菌似的，对吧？说啊，这个益生菌吃了肚子里以后，然后我们就补充了很多的有益菌群。实际上去测试的是什么？就是你吃完益生菌以后，它会首先把你肠胃里的菌群整个破坏掉。如果没法建立起新的益生菌群的话，这个肠胃就会失调，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大政府呢就喜欢事无巨细，东弄一下西弄一下，而小政府一般喜欢处理的方式就是我只动一下，对吧？然后呢，等着市场整个自己去调整，这样其实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方式啊。这也是叫奥卡姆剃刀原理吧。在面对市场的时候，如果没有必要，千万不要增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稍微动一下，等着自己动。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举一个案例啊，咱们今天先不讲汽车，先讲一个别的案例。芯片法案，芯片法案呢，其实就是一个大政府的玩法，对吧？我想要芯片了啊，那我怎么办？向美国的芯片企业发补贴啊，向台湾的芯片企业发补贴，到美国来建厂吧。啊，这就是大政府玩法。包括咱们中国国内的各种的什么电动车补贴、电池补贴，其实都是这种大政府玩法，对吧？这个里头呢，请让我们先为伟大的英特尔公司默哀5秒钟。为什么呢？英特尔其实是芯片法案最大的受益者，500多亿美金的这个芯片法案里头，它大概能够得到85亿或者更多一些，再加上其他的各种的投资减税的政策。所以它可以得到非常多的钱，因为所有造芯片的这些公司里头，只有英特尔是根红苗正的美国公司，对吧？所以他一直在努力的找政府要这笔钱，但是呢，直到目前为止，芯片法案的钱其实英特尔没要到手。为什么呢？因为英特尔在奥巴马时期其实已经干过一次了，他呢在美国建了芯片厂，但是呢，因为芯片卖不掉，所以厂房是长期空置的。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芯片可以卖掉了，他才去把机器从阿斯麦拉回来，开始生产芯片。然后如果芯片卖不掉的话，他这个机器还会停产，对吧？拜登有芯片法案了，但是现在呢，英特尔又把这个厂房盖起来了，然后跑到国会去要钱去。国会说，我要万一把钱给你了，你又劣迹斑斑的把这个厂房盖那儿，然后不把机器拉回来，不给我生产，这玩意儿我不就亏了吗？对吧？这个不划算啊。对吧？而且英特尔现在自己的状态又非常不好，对吧？高通都提出收购邀约了。8月份的时候，在他公布上一季市值的时候啊，上一季财报的时候，市值一度跌到了1000亿美金之下，只剩下了810亿美金。当然最近呢稍微缓了一点，1131亿美金。你想想，另外一个芯片巨头啊，英伟达3.6万亿美金啊，这个是差的多大的一个数据。当然了，现在川大统领上来以后，英特尔可以去做空了啊，接着往下跌。为什么？他这钱拿不着了，前面政府啊，或者说国会就不敢把这钱给他，怕被骗啊，因为他前面干过这种事儿。另外一方面，你自己业就不好啊，你真拿了钱了以后，你盖了工厂，拉着机器回来，你把芯片造出来，你卖不掉咋办啊？这事算谁的？对吧？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其实虽然川大统领还没有就职，但是
应该是众议院已经是共和党的了，那么共和党已经有这个众议院的这个议长啊，他上来就是说这个不划算啊，我应该把这个芯片法案直接废掉啊，这不给你钱了。这个给你了以后，你最后也造不出芯片来啊，或者你造了你也卖不掉啊，这个事儿实在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个事情。那么，如果把芯片法案换成川普的这种关税会怎么样？咱们比较一下，芯片法案呢是花钱啊，这个政府补贴给钱，然后呢，它没有办法改变整个的供应链。你英特尔就算把芯片造出来了，你打算把芯片卖给谁呢？对吧？你还是得卖给中国厂商啊，卖给这个其他的，比如韩国人，卖给台湾人，卖给这些人。那这些人为什么不从台积电买？为什么不从三星买？为什么要从你那儿买呢？对吧？你造出来的这个芯片品质又没有人家好，良品率又没有那么高，还很贵，对吧？我干嘛上你那儿去定制芯片？这不划算啊！所以它没有办法去改变供应链啊。那么新建的工厂没有订单，就只能闲置。那么为什么这些大政府还会去搞芯片法案这种东西出来呢？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啊，就是想去骗这笔钱。最后呢，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有关系的人啊能够把钱骗走，这就是芯片法案大政府干的活。但是换一种方式，关税了啊，就比如川的总统上来他玩关税，那他怎么弄呢？他是政府收钱啊，我不给你钱，我要收一笔钱进来，然后从境外运向美国的芯片都会变得很贵啊，不划算了。那么如果想在美国去销售一个更便宜的设备，那只能是在美国本土去造芯片，它等于改变供应链了，对吧？它等于把整个供应链结构给改了，你就必须要在美国建工厂去生产，而且它让这件事情变得划算。你像前面甭管是英特尔还是台积电，在这个美国盖了工厂以后，它都不划算，都不生产。为什么？我生产了以后卖不掉啊，对吧？你在美国生产的芯片一定是比在台湾生产的贵的，甚至可能一些低制成的芯片，它比在大陆生产都贵，而且品质一开始肯定是比较差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先搁那儿搁着，我先把补贴要到手再说。现在呢，等于是芯片法案发了，但是钱一个都没发啊，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有了生产动力，然后下面有了生产能力的公司就会跑到美国去建工厂，像英伟达呀，不是像台积电呀，像这个英特尔，它就有可能真的去建一个工厂去生产这些芯片，对吧？它就会变得划算起来啊。就算不在美国建工厂，他们也会将芯片的利润留在美国。这什么意思呢？芯片大家想，英伟达挣得多还是台积电挣得多？肯定是英伟达挣得多嘛，对吧？3.6万亿美金的公司现在市值第一。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一定是设计最挣钱。那只要是说我设计在美国设计，那我在台湾生产，在大陆生产，在任何地方生产，那我再弄到美国来，我交税，我只需要交生产那部分的税就可以了，对吧？你比如说英伟达啊，委托台积电在台湾生产一堆芯片，比如说 H100啊，一块芯片4万美金、5万美金，那么台积电说我这个加工费啊。值这个2000美金啊，剩下的48000美金都是您的设计费啊，那他只需要为这个加工费这个2000美金交税就完了，那个设计费本来就是美国人挣到了，他就不用再交税了，对吧？他就可以来这样处理。那么商人呢，就会根据利益自行去选择应对的方法，所以小政府一般使用这种方法，他没有人惦记在里头贪钱啊，他也不允许在里头贪钱，那干脆就是我收一笔关税。啊，大家在里边随便玩就好了。现在呢，这个趁着川大统领还有2月上台啊，最近的新情势是什么？海运爆仓啊！什么叫海运爆仓？就是所有的码头堆满了这个东西，准备拿集装箱把它运走。这是为什么？第一个，圣诞季快到了啊，这个圣诞季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民都要买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再过2月，川大统领上来就要加关税了，那大家肯定趁着这个时候。抓紧的把买卖做了呀，把这个东西都运出去，对吧？其实在中国的Q3，咱们的整个的出口数据是非常难看的啊。咱们当时的就讲说欧美的消费不行啊，不好好买东西了。但川大统领一上来以后，赶快买，赶快再不买了，这个川大统领加税了，咱现在趁着便宜都买点啊。现在所有的海运都爆仓了啊，这个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这个码头上都堆着空集装箱，没东西运，对吧？这个所有的这个货船都停在那儿啊，不但所有吧，就很多货船都停在那儿。但是川大统领一上台了以后，疯了，说赶快
把东西都运到美国去，然后趁着没加税之前，对吧？咱们讲到这儿了啊，后边汽车该怎么办啊？汽车产业链应该如何迁移？这件事情呢，还是要看马斯克跟特斯拉的供应链到底是怎么移动的。大家照着他这样移就没有什么大毛病了，对吧？这个因为毕竟他是第一功臣嘛，对吧？帮着川的统领上了台了，现在马上就要见这个什么真章的时候了，你不能把马斯克的后路断了呀，对吧？所以马斯克怎么挪，大家照那个方式去挪就行了。第一个，马斯克现在要求所有供应链厂商离开台海两岸，避免台海两岸变成唯一的生产基地啊，这是今天的应该是昨天的最新消息。首先，对于台湾的供应商，甭管是特斯拉的还是 SpaceX 的，所有位于台湾的供应商必须搬离台湾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马上搬走啊。这个其实也很简单了，这个台湾是没有特斯拉的工厂的，对吧？所有的这种供应商，你必须跟着工厂走。原来你还可以，比如在台湾造出一些东西运到大陆来去使用啊，现在就别费劲了，就搬走就完了啊。所有台湾大概有40多家工厂必须搬离台湾。然后大陆的供应链，大陆的供应链呢，你该给上海工厂供货的这部分，你只能在大陆生产，你不能搬到其他地方生产去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必须在离开台海两岸的地方设置新工厂啊，你不能说我就在这儿生产啊，其他地方我没有了，这个不允许，我以后不采购你的了啊，你必须是在大陆给上海工厂供货的同时，再到墨西哥去给我的墨西哥工厂生产啊，然后你要在墨西哥重新建工厂，这是马斯克对台海两岸的供应链提出的要求，对吧？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人跟着特斯拉一起去墨西哥建工厂去了。当然了，这个呢是为最坏的可能性在做准备，对吧？什么叫最坏的可能性？就是两岸可能会一起受到非常长时间的禁运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斯拉不能为这事死掉 ，SpaceX 还要奔赴火星呢，不能为这个事死掉。所以大家赶快搬家啊！这是马斯克提的要求。因为一旦台海有事的时候，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一起封锁啊！这个没有办法，它不像乌克兰似的啊，你这个有一头还有一个很长的陆地边境，然后另外一头是很强大的欧洲，还可以不停的把东西运进去。台湾呢是在海上，对吧？咱们自己也算有2条航母了，然后有一堆的战斗机，每天绕着台湾岛飞来飞去的。所以要封锁呢，肯定就一起封掉了啊。这个大陆到底能不能打下台湾来，咱不知道啊。这个就算打下来了，也很难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就封着呗，对吧？像现在似的，比如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似的，一下封3年，那么这个可能性算是最坏的可能性吧。他反正马斯克现在要做出这样的这个动作来，告诉你说，哎，你没法拿捏我啊。实际上干了这么个事儿。那么这是马斯克的运作方式啊，咱们呢后边分4种不同的这个企业来讲一讲其他的汽车企业应该如何进行产业链的迁移啊。首先呢，咱们先讲一下川普的关税政策。这个第一个是给全世界所有的商品加10%关税啊，任何商品去美国加10%关税，这个有点像咱们收增值税的感觉啊，反正你进来就收10%。然后中国的商品关税是60%起步，然后接着往上涨。其实拜登政府已经设置了一些关税了，比如说咱们的电动汽车是100%关税，光伏、太阳能板是50%的关税。但大家注意没有，这2样东西其实都是马斯克的产品。马斯克在上海生产这个特斯拉汽车，马斯克的这个 SolarCity 也使用大量的光伏板。马斯克原来 SolarCity 是在美国很多的这个超市啊，或者这种大的办公楼上面去装这个太阳能板，实际上都是中国生产的，对吧？这个基本上是奔着马斯克去的。但是现在呢，川普说了，说啊，我们啊，如果谁在美国雇佣大量的工人，你可以豁免这个税，对吧？如果马斯克说我准备把大量的中国太阳能板弄到美国来销售，但你看我在美国雇佣了这么多工人啊，那你这个税豁免了，这是可以干这个事儿了。对吧？所以咱们来分4个部分讲讲咱们怎么办啊。第一个，这个就是中国的新能源企业该怎么办这个事儿。中国的新能源车企呢，
可以去投奔贾跃亭了啊。为什么？贾跃亭其实在7、8月份的时候就在讲说，我已经具备独特优势了，我在美国整个把造整车这条路都走通了，所有该做的批文，所有该做的手续我都做过了，哪个地方有什么问题我都趟过了。任何人想在美国销售汽车的时候，你来找我，我帮你把这事弄完，然后呢，你就可以跑到我这儿来造汽车来，对吧？整车最后在美国生产，啊，在美国可以直接把所有的手续、所有认证都给你做完啊。这个甭管他卖了几辆车吧，但是他把所有手续都跑遍了啊。这个现在贾跃亭应该是已经可以开心的乐了啊。就算是买美国倒闭工厂改建的话，这个其实在美国造工厂也是很慢的啊，4年未必能够投产。但是呢，将设计中心迁移到美国去，将汽车的主要利润搬迁到美国去，这个事儿呢还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使用的一种产品上的写的叫加州设计中国生产，对吧？这样的产品如果到美国去，我就把中国生产那部分的税交了，不就完事儿了吗？那设计这部分的利润我就留在美国，就不用交税了。而这个加州设计中国生产的这个产品叫 iPhone 啊，他们就是这么干的，那么也是可以走得通的这条路啊。所以中国车企就准备往美国搬吧。当然了，他们搬到美国会很贵，那怎么办呢？可以把生产中心搬到墨西哥去，然后呢，将设计、市场、广告相关的这种成本中心迁移到美国去，这个就应该是最优解了，对吧？当然，墨西哥前面建立的汽车厂、汽车配件厂呢，其实并没有那么顺利了，对吧？因为墨西哥政府自己其实并不是那么积极啊。墨西哥政府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服务的，咱们不知道，对吧？啊，但是呢，很多的墨西哥建的这个工厂现在也在慢慢的建起来。毕竟呢，川普要求墨西哥管好非法移民，否则对墨西哥产品征税。那你干脆你也甭过来了，你在墨西哥的工厂里，在汽车厂里上班吧，对吧？你也不用走线了啊，这个没准会在未来形成一种解决方法。这是啊，这个中国的新势力就可以走这条路走通了。然后所有的供应链企业呢，就是我不造整车的，我是 Tier 1、Tier 2的这种供应链企业，跟着主机厂走就行了啊。主机厂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就是咱们管造整车的这个工厂叫主机厂，对吧？台湾没有主机厂，所以就离开就行了啊。所以特斯拉、SpaceX 都要求所有的台湾的工厂撤离啊，因为没有了。那么主机厂肯定是跟着市场走的，哪个地方卖车卖的多，我就在哪个地方造这个整车的厂啊，这个是没什么毛病的。全世界卖车卖的最多的前3名，大家知道在哪儿吗？2023年第1名，2300万辆车卖掉了啊，乘用车销售，这个地方叫中国啊。然后第2名呢是1545.7万辆车啊，这是美国啊。第3名是1284.8万辆车，是欧盟啊。实际上这就是全世界卖汽车卖的最多的这3个地方。所以你看，马斯克的工厂是在上海，在柏林啊，在墨西哥，当然在美国也有一些工厂，对吧？那么车厂、主机厂一定要奔这儿去。那么当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以后，3大汽车生产基地就是中国，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们卖掉2300万辆车嘛，谁也不愿意放掉这块市场。美国跟墨西哥算是一对儿啊，这个因为你在美国生产的贵啊，对吧？你到墨西哥生产的就变得便宜很多嘛，美国人也不傻，也愿意买便宜货啊，算是一对儿。然后德国跟土耳其其实也是一对儿啊，这个德国特斯拉工厂是在那儿的，然后很多的配件厂，包括一些像比亚迪啊，很多这样的工厂都在土耳其，为什么那儿便宜，对吧？而且那儿离欧洲近，做各种的车什么的，你直接上火车就拉走了。这个汽车这种东西，你要装到这种滚装船上去，全世界拉着满处都跑，一般是不划算的啊，这个不是那么玩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基本上就这3个地方，就是啊，这个配件厂就奔这仨地方走啊。你在中国啊，在墨西哥，在土耳其，你不一定跑到美国、跑到德国去啊，在这仨地方都是可以的。所以供应链必须向这3个地方迁移啊。现在呢是中国供应链过剩啊，咱们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呢现在就是中国的供应链在快速的往墨西哥跟土耳其迁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是这个供应链企业，然后再往后呢，第3个是什么？第3个是叫做日本跟欧洲的车企怎么办啊？那你说他们怎么来应对这个关税问题呢？
怎么应对新的电动车风潮这样的问题呢？他们现在的应对方式是这样，在中国养股练兵啊，就是我在中国我不能放弃这个市场，我还得做，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电动车，即使赔钱也不退出中国市场啊，我宁肯赔了啊，我就是要在这儿跟你们这些中国新势力打来打去的，打完了以后我就有战斗力，然后去大杀四方了。如果不跟你打啊，可能就没有跟中国新势力去战斗的这个能力了。你跟中国新势力战斗了，完了以后才有机会再去挑战特斯拉嘛，要不然你挑战不了它，对吧？咱们现在每天都是这个众新势力围剿特斯拉，对吧？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啊，他们还是要在中国做。这两天啊，又出了一些新的新闻，比如说奥迪啊启用了新的商标 AUDI，他把那4个圈去了，干嘛呢？就生产电动车啊，就在中国生产，然后用华为的系统生产完了以后，在中国销售。如果能够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那咱就把这车拉回去呗，啊，再弄到欧洲，弄到美国，再去生产，再去销售，不就完事了吗？啊，所以他们还是要在这儿折腾的。而且呢，他一旦是说我们要到美国、到欧洲或者到墨西哥去生产这些奥迪汽车或者丰田汽车的时候，它可以继续使用特斯拉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产业链，快速迭代出自己的车型来。啊，这是他们现在努力在做的事情。现在丰田在中国销售的电动车使用的是中国的这个车机系统啊，他们自己投资了一家啊，他们也有一部分车直接用的华为的。奥迪用的华为的，然后呢，这个大众呢是直接买的小鹏的技术，对吧？然后其他的很多的欧美车企，包括日本车企，都是在中国找合作伙伴，而且他们大量的投资和收购中国的汽车软件企业以及软件设计师，他要把这块板补上。因为大家知道特斯拉是不需要这事儿的，他所有东西都自研的，但是日本车企、德国车企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啊，所以干脆说你们都做的差不多了，还便宜，买下来吧。对吧？搞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些日本车企、德国车企本来就在美国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对吧？因为这个像宝马在美国也是有生产基地的。我记得原来讲这个 Figure 01那个机器人的时候，这个他们就是跑到美国的宝马工厂里去实习去的，对吧？机器人上岗了已经啊，所以他们已经直接可以申请减免相关的关税了。那么将中国的研发团队搬到美国，或者将利润留在美国，可能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个选择。啊，那是3个了啊。第4个是什么呢？第4个可能在川普的关税政策生效之后，会诞生大量的美国新势力，现在都是中国新势力，对吧 ？PPT 造车造完了以后，真的把车造出来，那么以后这么多的品牌人员、设计人员、营销人员。都往美国聚集了，他们要把利润搬到美国，这一部分不要交税了，对吧？那么这些人去美国，去了美国以后，就总有离职的，总有这个混不下去的，这些人就会去创业，啊，那么这些人呢，就会快速的利用已经整合好的供应链，而且是弹性供应链，对吧？直接把新车造出来，那么这些人再设计出来的新汽车，就可以直接拿这些供应链去生产了，那么 PPT 造车就不再是梦了，对吧？像这个。富士康做的 Model B， 对吧？他们也是这个做出这样的车来，就等着大家呢。你看我们有生产能力，你只管拿出图纸来，我就给你把车做出来。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如果马斯克开放了 FSD， 因为马斯克一直承诺要把 FSD 开放出来给别人使，那么可能大量的美国新势力就直接崛起了。啊，这个可能是一些新的这个方向。那你说中国政府难道就看着就不动吗？啊，这个肯定不会了。中国政府呢，按道理说应该是会对美国的商品进行反向制裁，啊，甭管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这个别的这个生意怎么好不好做，反正面子咱不能丢，对吧？美国一旦是开始给中国的商品加税，啊，咱们呢一定是会给它加回去的，包括农产品和一些其他的美国商品都会加税加回去。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短期内呢，应该我们可以靠俄罗斯的农产品和工矿原料可以搞定这个事情。长期的话，就要看咱们“一带一路”到底好不好使了。那么，如果下边换民主党了咋办？对吧？这个你美国他要选的呀，他不能说这个这个川的统领到下一届说，哎，又选上我了啊，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对吧？所以下一届有可能会换回去，对吧？民主党呢属于这种大政府，或者说至少比共和党这政府大吧。他们大概率呢会在当前的关税政策基础上，
继续画蛇添足，然后修修补补，对吧？他会干这种事情。大政府一定是惦记说钱在我手里，然后呢，我去把它这个花，因为你只有伺候花钱的时候啊，你只有策划花钱的时候呢，才有机会上下其手，对吧？你收钱的时候，收完了以后到国库里了，对吧？它变成了一本很干净、很透明的账，你是没有办法去上下其手的。所以到民主党的时候不会有大的改变，但是他还是会想办法再补贴点什么，然后再把一些钱落手里啊，他会干这种事情。那么未来的汽车市场格局会是什么样的呢？设计、品牌营销等高利润环节啊，为了躲避关税，可能就会去美国啊，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主机跟供应链厂呢，一定会跟着市场走，哪个地方卖的车多就奔哪里去，对吧？你说这个供应链全都搬离中国，这不用想啊，咱们卖2300万辆车呢，这个是死数啊，这个，而且那是2023年，2024年肯定比这数还高得多啊，因为现在卖车已经卖疯了。我前2天去这个特斯拉的这个4S 店啊，它不叫4S 店，反正就是商场里体验店吧。他们就告诉我说，你现在交钱在这儿也得等2礼拜啊，特斯拉得排期啊，你不能说马上交了钱马上把车开走。我说那好吧，对吧？它这个也是不那么容易交付的。所以今年的这个车的在中国的销售量一定是比去年高非常多的一个数字啊。那么主机厂跟供应链厂在中国一定会留一套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然后美国呢，应该会出现大量的造车新势力啊，未来在美国你想造出一款新车来，可能会变得非常容易。美国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实验型工厂和这种黑灯工厂，就是什么机器人那种工厂会在里面。所以虽然制造业会回流美国，但是真的不一定会给万斯的老乡们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吧？你像特斯拉已经把这个擎天柱造出来了，准备明年下场了，对吧？Figure 01的那个机器应该明年也可以下场，所以就算是这些工厂去了美国，也不会增加太多就业。然后中国、墨西哥、德国、土耳其应该会成为新的汽车产业中心啊，这就是未来的一个汽车格局。当然了，中国肯定也看到了说，哎呀，这个汽车这条路好像是被美国封住了吧，咱们以后做航空吧。所以呢，咱们在航空工业上努力的发力啊。有一家公司被普遍看好，2000年就创立了，做航空与空中交通管理软件的这个相关业务，然后也做人工智能、VR、AR， 还做飞行模拟和训练啊。最近1个月股价暴涨了140%啊。这个创始人是一个老教授啊，叫尤志胜啊，是四川大学的一个老教授啊。这个公司第2大股东呢就是四川大学啊，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川大智胜。啊，当然今天好像这个股票跌了啊，所以我们未来可能向航空业发展啊，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第1个故事啊，也是最后用一个开心的笑话跟大家结束一下。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家做了哪些评论啊，我们讲了半个小时的故事。这个我打算做直播。想问一下你的直播背景是哪儿买的？谁买这东西啊？直播背景都是密制内画的呀。未来不考虑，很香啊。我从来不考虑未来啊，因为他惦记换电池这件事我是很讨厌的。呀，我们有这个管理员，赶快加上，发个小班子出来。还有这事儿，为什么小区不允许特斯拉进入啊？这个很正常，就是很多小区呢，都会认为自己很敏感啊，他们允许德国车、法国车、日本车、美国车，所有车都可以进，唯独特斯拉不可以进啊，这是对它的单独照顾，对吧？你像我们院里什么奔驰、宝马，什么都在院里跑来跑去的，什么丰田、本田啊、福特，你像我开的是进口福特呀，对吧？也没毛病，就是特斯拉不行。来了点赞，对，欢迎。跑步回来啊，这个大家周末好，这个这个房还是比较麻烦的啊，这个没有办法来搞。来了啊，欢迎。如果喜欢 Model Y， 那小米还不如蔚来，小米太低，蔚来也是 SUV 啊，但蔚来这个换电池这个我总是觉得比较不靠谱。英特尔还没拿到钱，拜登下台了，是啊，所以英特尔可能拿不到钱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英特尔今年真的是比较悬了啊。对，他是今年所有倒霉事都在他身上啊，早该全外盘台积电制造芯片。但你要是把芯片给台积电造了，他咋去找美国政府要补贴嘛？所以我觉得英特尔这个事儿呢，不但是这个想骗美国政府的钱，因为惦记这个心思呢，最后把自己也给困在这儿了。他等于一直要抱着这个芯片加工的或者代加工的这个行业，他不能扔啊。所以这个事儿是对于英特尔来说伤害非常大。集中制造军用芯片，你又造不了这么多，用不了这么多，对吧？太官僚了啊！麦卡费那么大的公司让英特尔给玩坏了，哎，这个就别想这事儿了。军事用途即使售价贵，也不能交给外国生产。这个没毛病，但是它用的量太少啊，对吧？你能用多少呢？北约盟友的军用芯片，英特尔也可以包揽，就算把它都包了，它也造不了几个。刚才这个阐述有歧义，更正一下，准确的说，与川大爷明年同时上任的新一届国会的众议员选举结果还没出来，但是他前面就是已经是共和党的众议长了啊，这个是已经有这样了，我忘了叫什么了，就是但是他已经是这个共和党的。对，所以就是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众议长现在就说这个芯片法案要给它废掉啊，就讲的就是这个。不要看所谓的民调，10月份博彩网站上川普的赔率就低于哈里斯了啊，所以看博彩网站赔率远准确于民调，好吧？中资在美国投资肯定受限。哎呀，这个洗钱呀，或者做各种的 VIE 呀，这个做呗，不用想太多啊。哪怕说你还可以做外保内贷嘛，我们在这个海外把这个一些资产交给银行，然后到美国去贷款出来，有很多方法。大陆要封锁台湾比占领台湾更难，这个真不好说。以前关注美国经济数据，对通胀影响占很大比例的是原油价格，而川普上台肯定会支持燃油，美国汽油和物流等等成本会很快下降，CPI 会好转。其实我觉得美国把自己的各种政府开支削减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事情。我觉得像马斯克当年抱着水槽子进 Twitter，对吧？把8000人的公司裁成了2000人，然后居然还在稳定的运转。那么，如果马斯克可以抱着水槽子去白宫的话，啊，这个因为这个胜选了以后，马斯克马上就搬着一个水槽子去白宫了，发了一个这个照片上去，对吧？那么可能把美国政府的各种开支也可以削减到原来的1/10，对吧？这个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的。要的是权力，是的，参议院已经是共和党的，这是新选的参议院也是共和党的，众议院好像没有看到，但是众议院原来那个 speaker 就是个共和党。马斯克要求特斯拉在台湾的供应链企业都要迁出台湾，感觉不远将来台海不会太平，台积电会不会前去美国不好说，但迁出台湾估计会实现。台积电现在干的事儿是这样，就是它在美国肯定是亚利桑那是有工厂的，只是产量应该没有起来，就是没有正式的运转起来。它在日本啊，在熊本应该也是有工厂的。其实以台积电的这个人员成本结构的话，在日本建工厂去生产还是非常划算的。我看保时捷的电车做的也不错啊，这个它是什么布局？保时捷总共卖不了几辆电车，对吧？你看看大众的电车是怎么做的，福特的电车是怎么做的，对吧？奥迪的电车是怎么做的？这个大家可以去好好研究一下，包括奔驰的电车，对吧？都是怎么做的？像那个 Smart，奔驰的 Smart 就是在大陆生产的。这个老范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川普想做这些，要再做2个任期啊，那没准下一个任期是万斯上来的。国产汽车还好，德国汽车业就惨了。其实还好，
德国汽车业在美国很多都是有工厂的，对吧？这个特别是那个美国三大厂里，它有一个好像是福特、通用、克莱斯勒，那克莱斯勒应该是现在就是一个被欧洲厂直接给收了嘛，叫 ST 什么，反正那个名字特别长啊，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这样的。那他这种情况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都是自己人。最后的笑话，万一有人信了可怎么办？这个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大家听我节目的人智商应该还是在线的吧？川大智胜，日本本田、马自达会很惨，这个他们确实会比较麻烦。就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谁退出中国市场，谁会倒霉，对吧？你像这个本田，还有像马自达，现在很多的厂都准备关闭，准备退出中国市场，包括法国的很多车厂准备退出中国市场，这个就属于认输了啊。就是中国市场一定是一个，就是反正很难存活，或者说很残酷的一个市场。但在这个时候，还是要坚定的做下去，要跟中国的这些想要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人继续打下去。啊，否则的话就失去了在全世界汽车舞台上发声的这个能力了。自己给自己抬旗了，什么意思？老范了解陈大年投的连上网络吗？做 WiFi 万能钥匙的啊，这个知道一些啊，但是这个因为它里头也很复杂，所以呢，你说到底有多了解这个事儿就没法讲了。至少10年内不会考虑电车，今后买电车只买特斯拉。哎呀，就是我肯定特斯拉是第一选择啊。这个就是我去特斯拉店特别逗，我是昨天去，然后这个我说我来看特斯拉了，哎呀，他说忙死了，说我们这个所有人都陪着客户出去试车去了。这个我说你们最近生意就特别好，哎呀，真是说美国大选完了以后，特斯拉所有的店内生意都爆满。这个大家都冲出来要给这个马斯克一个安慰啊，要给他一个这个奖励啊，要去买一辆特斯拉，对吧？所以这个肯定还是很多人想去买特斯拉的，只是我是有特殊情况买不了啊，这个没办法啊，说明大部分公司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啊。这个是讲的哪段？外保内贷玩了1年多了，这1年多跟英国的关系最好了啊！你看来你是玩这个的哈。公务员比工会汽车工人还难开啊，不像程序员那么好欺负。这个看马斯克到底怎么玩了呗？万一比如说给他们整了一个新的部门，说你们都在那儿待着去吧，对吧？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叫斯特兰蒂斯啊，对，好像是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他的名字很长，就是现在好像是克莱斯勒是被他们收了，马自达在北美还是卖的不错的啊。那如果卖的不错，它应该在北美是有工厂的，就日本车企都是在北美有工厂的。以后工签去美国是不是门槛提高很高了啊？这个其实不一定。怎么说呢？你如果真的能够把这个非法移民控制住的话，没准这个合法移民的这个数量就会变多一些。三星退出中国市场了，不是变全球第一了吗？啊，这个是这样啊，就是三星原来就是全球第一，退出中国市场之后呢，它虽然依然是全球第一，但是呢，也是岌岌可危的。它经常被后面的苹果呀，以前还有华为，华为其实曾经超过它，要没有后来美国的制裁的话，华为可能就直接超了，对吧？那么现在还有小米啊，一堆 OPPO、vivo 在后边虎视眈眈的，这个退出中国市场，实际上就算是退出竞争了。这个事儿，你未来想继续去跟中国干，你是干不过的。你大家要想清楚，中国造手机这件事儿，你以为真的是中国人自己造的好吗？那后边还有一个叫谷歌的公司呢，对吧？那么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众的小弟在谷歌的帮助下，把三星打得满地找牙，对吧？并不是中国的小米有多厉害。苏七证明了中国消费者还是愿意买好东西的，如果跟着新势力去卷，那就不如退出算了，但如果深耕本土品牌和服务，其实市场很大啊。这个我觉得哪儿的人都愿意买好东西啊，除非告诉你说这个为了爱国，你必须要买一个烂东西，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最近澳洲可以买到比亚迪的 Shark 6油电混动皮卡，哎，我还真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就没宣传过这玩意儿。飞行汽车需要驾照，应该需要，但是飞行汽车我不知道它是在上头飞还是在下头遥控啊，这个事儿我不确定。这个你可以去参加驾校培训啊，你可以到川大智胜去考驾照啊，这没问题。经常有长途需求的北方朋友还是考虑油车吧。它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想选电车的原因是，我那一个车开了7年，一共开了8万公里，对吧？就算是跑个长途，可能最多也就是去石家庄啊，去天津，其他地方我也不去了。所以大概率就是在北京市内稍微晃吧晃吧，那么电车其实对于我来说足够了。我不是玩外保内贷啊，我是说那些人玩过去1年多，大量的资产就通过这种方式转到英国去了，哎，转到哪儿的都有，转到那个新加坡的，转到哪儿的都有，非常多。中国现在看不到中国民用的电车品牌，应该是被禁了啊。美国现在看不到中国的民用电车品牌，应该是被禁了。但是川普上台，及时加关税，中国电车有没有可能进入美国市场？我看中国的电车性价比还挺高的。这个怎么说呢？呃，墨西哥去年进口了大概50万辆中国电动车，然后呢，墨西哥在本土卖掉了十几万辆，那么剩下的40万辆中国电动车哪儿去了？你猜猜，对吧？这些车，你可能去什么旁边委内瑞拉什么这些地方了，对吧？但是呢，肯定也有相当的一部分去美国了，只是量还比较少。你像它一年卖1000几百万辆车，你去个几十万辆还是看不太出来的。如果真的加了关税，说中国车能不能去，那真的有可能能去，对吧？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就算加关税的话，中国车也会在墨西哥生产，然后再送进去这个还是加不到咱们头上去这个一定是这么搞的。前2天说福特的老板买了一辆小米苏7，然后花了大钱从国内运到美国去，然后在美国开了大概是2月，然后在那儿天天发朋友圈，不叫朋友圈，发推特，在那儿吹说你看我这小米苏7多漂亮，多帅，然后被一帮人骂说你要脸吗？你是福特的老大，对吧？你买个小米苏7，然后弄到美国来开，然后还每天在那儿吹牛逼，对吧？你有点太过分了这个其实现在美国肯定是有中国车的。马自达在美国有一个和丰田合资共建的工厂，主要是生产 CX-50，其他马自达车型主要还是从日本生产，这也是马自达在北美口碑不错的原因之一。普遍还是认为日本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好。哎，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看到马自达好像是 CX-90那个车在推广，那个车真漂亮，好像美国还挺多的，在加州。为啥很多人想买特斯拉给马斯克奖励？难道支持董王来打贸易战吗？嘿，这事儿你还真说对了。中国的很多的民众或者这一次普遍的国家给予的这个方向就是，希望董王上，对吧？所以董王上来以后，其实国内算举国欢庆知道吗？这个他不是说支持打贸易战，就是中国真正希望的是什么？是希望美国孤立，对吧？你打完了贸易战以后，这个你自己玩自己的你加多少税？你给全世界加100%的税才好呢，对吧？你把门关起来，然后剩下我们自己做生意去，对吧？这是大家喜欢的事情。所以现在国内真正想的是什么？说德国的天塌了，对吧？德国的应该是财政部长还是哪个部长突然被解职，对吧？为什么？因为川普一上台了以后，他马上去跟德国总理舒尔茨说，咱们要转向了，要跟俄罗斯好了，要跟中国好了，对吧？再跟着美国没路走了，因为川普上来了，然后马上被总理给开了，开完了以后，大概又有3、4个部长直接辞职了，说我不跟你玩了，对吧？所以现在德国政府基本上是瘫菜了那么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可能下一个没准那个中国人最喜欢的这个德国这个政客可能没准就能上来了现在中国人这个抖音里头热度最高的德国政客叫魏德尔，一个女的，对吧？德国选择党的党魁号称是美术生的这个落榜美术生的继任者。我刚才看了一个，但我没有去核实据说
这个魏德尔的爷爷可能是，就是当时应该是海因里希还是谁，就是也是德国，纳粹德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希特勒的左膀右臂啊，这样的一个人要上来。这个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这个人呢？因为中国其实自己，特别是最近这几些年吧，民粹主义非常高涨啊，然后战狼什么起来，所以呢，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很硬的人，对吧？这个魏德尔就特别特别硬，然后呢，讲话也讲的这个铿锵有力的，看着就跟那个洛阳美术生讲的那个态势一模一样啊，而且这个小姐姐吧，还是在中国待了10年。啊，在中国上的学，然后中国银行的那个员工，然后回到德国去给人去当这个一个极右翼政党党魁去了，对吧？这个故事现在在国内传的可开心了。老范最适合的是租车和找共享，7年8万卖车不划算啊！这个买车不划算，这个我觉得还是自己有个车方便。老范为啥觉得开电车再也不想开油车？倒也不是不想开，这个因为电车补贴多呀，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比亚迪的皮卡在国内不上市啊，是因为没有皮卡生产许可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好吧，国内就是长城有皮卡啊，叫山海炮。什么叫外保内贷或者内保外贷啊？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内保外贷、外保内贷、内贷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做法实际上这样，就是我找银行，然后呢，我在甭管是内还是外吧，比如说外保内贷，我就是在一个国外啊，把一些钱抵押给银行了啊，这个在国内，然后找银行借钱，我是以国外抵押的那笔钱为这个基本的一个盘子，然后呢去找银行贷款啊，这个就叫外保内贷。然后反过来呢，就是在国内把钱抵押了，然后到国外去借啊，这个就是搞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你还不上呢，还不上他就直接把你国内的这个抵押的钱就给你没收了。所以为什么有好多人靠这个方式来去这个转移资产？就是我在国内，比如说把人民币资产都抵押给银行了，然后呢我在国外借了一大堆美元出来，然后我就不还了。然后那个银行说，那我就把你国内资产没收了吧，那你没收吧，对吧？这个资产不就出境了吗？啊，这个是有很多人去干的啊。那是中国啊，周边出去玩100公里也够了。悉尼圣诞的时候去摘樱桃，来回要600公里，你开了多老远去摘樱桃啊？我是在墨尔本开过车啊，去什么那个叫什么十二门徒崖什么的，我觉得总共没多远，可能有个几百公里吧，一两百公里，我搞不太清楚了，但是反正我觉得不是特别远。洗产地都几十年了啊，好多方法的汽车产业转移最大的问题不是国产品牌卖不动，而是相关的就业岗位被出口了。哎，这个就业岗位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没什么好说，该出口就出口呗。对，福特的老板最近在美国被骂出花来了，买了个小米速七。对，这个你们可以去看看啊。蔚来也在美国销售，公司在美国的同事来深圳去年出差的时候说的，他如果买中国电动车会考虑蔚来啊，还有这样的故事，这我还真没听说啊。内保外贷就是以国内以人民币的计价的资产作为抵押，对，在国外去贷美金出来。乐子人是这样的啊，管他4年怎么骂呢，反正今天让夸就往死里夸啊，这是什么？在美国买中国车有2个问题，一是上保险啊，我的保险公司都不包中国汽车；二是如果坏了，他们怎么维修？国内车厂在美国有维修点吗？如果没有，这些车卖到美国可能性就不大啊。这个如果真的开始卖，他们会有的。而且电动车最大的麻烦不是维修，那个车里头也没有变速箱，也没有什么这个什么机油机滤，啥都没有，对吧？它唯一需要维修的就是换电池啊。你只要能够在美国把电池换掉了，其他的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总之，我党一如既往的赢麻了，这肯定的呀。大量失业的公务员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公务员，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算是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敢斗争的一群人啊。这个Alex 是个公务员，我知道的。我8年7万，觉得完全没有换车的欲望。哎，我本来也没有，其实最近这个车总是出点小毛病，让我去花钱，我就想换的。房车梦我已经算了啊，这个看到人家这个叫做这个到黑水乡灰水乡，完了我就把房车梦就破灭了。1年15000啊，这个还是比较高的。你像我其实有几年开的是比较多的啊，那个时候上班比较远，每天开100公里啊，那个是我还是开了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车。但是这个疫情几年，包括后边失业这3年吧，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开过这个车。固态电池，哎呀，这个无所谓，早买早享受。你觉得以新势力的质量耐不住啊？我觉得以新势力的质量耐不住美国人折腾。啊，我觉得你想多了。这个怎么说呢？就这种车其实没什么可坏的地方啊，相对来说简单。马斯克说，大概3年内实现无人驾驶，会不会又是一个颠覆性的雏形？现在已经有人用 Turo 平台买多辆特斯拉组个车队赚钱了，这个会是每家买一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用租赁的自动驾驶的车的节奏吗？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一旦 Robotaxi 普及了以后的话，整个的格局会发生变化的。你就像现在国内共享单车完全普及了以后，对吧？谁还去买车嘛？这个现在的自行车已经完全变成了这种叫娱乐性的，所以现在自行车很贵的，一个自行车5万、10万的，对吧？现在变成这样了。二手房车，是这个，哎，房车还是很麻烦。墨西哥都去吧，去啊去啊！我还没去过墨西哥呢，我去过美国，没去过墨西哥。在美国卖的最是中国老年代步车啊，我关注一个美国人，啊，他是专门进老年代步，一次进口几百辆啊，还有这个没想到啊。试驾按照 4S 店的线路，其实啥也试不出来。真正想试驾车去租个2、3天，去跑个顺风车，你才知道那台车才是真好用。特斯拉和小米都不咋地。哎，这个其实自己家里开足够了。赶上了啊，欢迎。现在的新能源车是真便宜，是啊，我的第一辆车是富康，啊，这个当时是花了14万多，然后加上所有的东西以后，当时买的是满配啊，这个自动挡满配，然后呢，大概整个办下来是17万。然后第二辆车呢是雪铁龙 C5，啊，整个买下来应该是20几，我忘了。后来因为等买第二个车的时候，就是老婆做主了，就只能买盖板了。应该是24还是20几买下来的。然后第三个车呢是福特探险者进口的，然后整个买下来就是全花完了以后大概40多万。然后现在又回去了，对吧？这个购置税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了，然后这个因为电动车不交嘛，这个一个车才20多万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我本来前面还去看那个坦克700，但是坦克700呢，它绿牌车还给你限行，在北京特别讨厌，你还得换牌子，还得限行，这个我觉得很不划算。然后，而且坦克700那个车，40多万，它的这个后备箱特别小啊，它那个后备箱里是装电池的，它是那种油电混动的，所以就觉得很不方便，所以干脆就特斯拉 Model Y 就去看去了。你从哪些网站收集到你想讲的故事？AI 啊，Cybercab 为什么是2座的？会不会不够用？如果是4座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人在里边去拍爱情动作片的。确实啊，试驾路线是精心设计好的，哎，其实还好了。但你像我这个进又进不来，我没法租个特斯拉去四处跑去。共享单车太沉，轮子都是实心的，不好骑。
现在新的应该都不是实心的，现在都是那个什么的车了，现在都是那个就是普通轮胎的车。没钱啊，还是很穷的。哎呀，也有新的朋友来，赶快发这个方树，发小扳手。起早了，赶上一次直播，这看来是在美国的。这个川普时代中国电动车厂是否会集体到美国开厂，变成美国工厂？我觉得会，但是去了以后呢，未必叫这些牌子。比如说蔚来去了以后，我就不叫蔚来了，我换个牌子，对吧？但是呢，还是由中国的这些电动车厂来投资啊，或者是由他们来去掌控啊，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国内试驾还规定路线，我这里随便开啊，这个肯定是规定路线，要不然你开跑了怎么办？富康雪铁龙 C5好骚，对，第一个买的富康，然后到第二个就喜欢这个法系车嘛，然后到第三个就买了个美国车，都不一定有人陪着，你可以自己开啊。这个你那里还是人少，这里人多不行的。$1000多的老年代步车运到美国要$3000多，卖的还不错，好吧？你是老司机啊，反应太快了，4座都能想到动作边。哎，这个我什么都没说啊，这个我什么都没想到。如果习惯了自己的自行车，共享自行车是碰都不会碰的啊，这个倒不会。我自己有自行车，然后也经常出去骑共享单车啊，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讨厌华为公司和华为手机，但是华为的智驾不得不说是 T0级别的，别的都不够打，去试试阿维塔。这个阿维塔的车好像反正比较好看，但是质量好像一般。我是对华为车机肯定是不碰的啊，我也觉得老年代步车挺好的，没有违章，好吧？东风造的新能源怎么样？没用过啊。换哪款？本来想换 Model Y 的，结果不让我换，所以现在比较大的可能性是换这个，准备过2天去试驾一下小米吧，明天去试驾一下，对吧？周末这个停更一下，我去试驾一下小米。我以前摇中后，为了保号买了标致代步，然后过了几年也是 C5，最后给爸爸了。C5其实开着挺舒服的，C5前面3、4年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但是过了3、4年以后，那个车就会问题会越来越多啊。上世纪70、80年代，福特在美国不是经典的炮车吗？啊，这还有这样的知识？不知道啊，从来没听说过，对吧？到美国肯定换牌子，比如 MG 的车在拉美是雪佛兰的牌子啊，这个不挺好的吗？小米、小鹏、蔚来、理想都试驾了，小米驾驶感和特斯拉很接近，其他差很多啊，是吗？我准备去驾驶一次。特斯拉啊，TikTok 的官司有结果吗？没有结果，他有可能头一天这个叫谁呢？拜登签个法令把他干掉，然后第二天这个川普说你再给我弄回来，这都是有可能的。试驾开走拿去卖啊，这个太夸张了。是的啊，因为前2天熬夜等大选结果，这2天作息有点乱的啊，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种体验吧。欧洲车嘛，标准4万公里以后各种出问题，法国车最惨的就是这个零件很冷门，是这样的。1年开1万多公里，3年5年没感觉，现在8年了也还好啊。这个反正看，影视飓风的 Tim 最近发声宣布自己离婚了，他和他老婆是刚创业那会儿结婚的，如今影视飓风估值上亿，啊，估计要被分走很大一笔钱，有机会聊聊。这人家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儿是好聊的呢，这个没什么好聊的。电动车保险贵啊，对，是很贵。小米只有一个缺点，就是空间比 Y 小很多。对，它是个轿车嘛。但是现在反正也没有那么着急嘛，可以等这个小米的叫什么来着？小米的 SUV，反正我先去试驾一下呗，又不花钱。川大爷想搞掉国会通过的法案，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这个肯定是，但是他可以再接着出法案嘛，对吧？后边共和党的这个
众议院共和党的参议院、共和党的法院不都在他手里头吗？干呗，再接着修正不就完了吗？好，我们准备讲第二个故事啊，这个让我喝口水。好，第二个故事，泡泡玛特，中国文化的一种奇特输出方式。大家知道啥是泡泡玛特吧？就是这个叫做什么的那种小玩偶啊，盲盒玩偶，这个叫泡泡玛特，是国内做的最大的一家这种做盲盒的公司。它呢上半年营收多少？45.58亿人民币就是这个本身生意不大。但是它这个45.58亿呢，增长了62%，涨得非常高，利润呢也在快速增长，它利润到了9.64亿。你想它45亿的收入，9.64亿的利润多高？它的利润增长了102%。然后海外的收入呢是13.5亿，是整个的收入的占比45%，等于接近有一半的收入是从海外来的，对吧？这个是泡泡玛特做的很神的一个事情。上半年它的海外收入增长有多少呢？259.6%，直接翻着两番，还是翻着跟头上去了。然后第三季度海外收入的增长更吓人，第三季度的海外收入增长了440%，对吧？这个就属于这个产品在国外直接卖爆掉了。然后呢，这种盲盒主要卖到哪儿去了呢？东南亚买走了41.1%的这个盲盒。日韩港澳台一共加一块是35.4%，欧美澳洲一共买走了23.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泡泡玛特今年的股价已经涨了175%了这么神奇数据的一家公司。那么最喜欢泡泡玛特的国家是哪儿呢？是泰国泰国实在是喜欢。7月份，泰国一众的旅游官员，什么旅游与交通部长什么旅游警察部长什么一大堆的人。跑到泰国曼谷机场去接机，接什么呢？叫拉布布，是一个泡泡玛特的玩偶，对吧？这个拉布布呢是香港的一位艺术家叫龙家生的绘本，叫《神秘的布卡》里面的一个精灵角色。这个龙家生呢是在香港出生荷兰受的教育，曾经在香港从事广告设计与插画工作。他呢做了一套绘本，卖的还是不错叫《精灵三部曲》。这个里边呢，神秘的布卡就是《精灵三部曲》里的第一部。他呢在东京跟香港都开过个人画展，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吧。这个拉布布呢是一个北欧森林精灵的一个形象，9颗尖尖的牙齿然后呢2个竖起来的尖耳朵性格调皮乐观，是这样的一个小玩偶。现在呢，就是泰国各级政要出门，只要女性还是喜欢带这么个东西。比如泰国的二公主叫斯欣凡中将那是个中将，出门的包上就挂了一个拉布布。然后泰国有一位部长，也是一位女士专门在泰国的政府院里还给人展示，你看我包上挂的拉布布是新款的。然后还有一位明星叫 Lisa， 就是原来跳那个螃蟹舞。后来因为去参加疯马秀，在国内彻底被封杀的这位泰国明星也是走到哪儿在包上挂拉布布，而且呢，他还不停的在他的 Instagram 账号上晒这个到这个泡泡玛特的店里边去扫货然后去买不同的这个拉布布，因为盲盒嘛，就是它每一个样子，它会，比如拉布布，它会有很多很多的样式，你每次买回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开回来是什么。你有一个赌博的过程，所以他得不停去买完了以后才能凑够一套，对吧？这个 Lisa 呢是亚洲最贵的 Instagram 账号就是在他的账号上发广告是最贵的，他那个账号上发一条广告是57.5万美金一条所以他那个上面是大量的这个拉布布的或者是叫泡泡玛特的广告，对吧？所以泰国人非常喜欢，包括泰国很多和尚。对吧？都会去购买和交换这个拉布布这个现在我们已经侵蚀他们了。泡泡玛特呢，在中国的各种直播间里头，什么抖音直播间也经常会有说泰语的人进来说话，最后没有办法，只能用泰语来回复说，实在是卖光了，没了，
对吧？现在中国跟泰国之间是相互免签的，所以还有很多的泰国人飞到中国的大城市的这种商场里边去买这个泡泡玛特，然后整袋整袋的搬回泰国去代购啊，这个也有啊，甚至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把这东西搬到荷兰，搬到这些地方去卖啊，荷兰是比较奇怪的，这个地方很火。现在呢，泡泡玛特在东南亚、泰国、什么这个柬埔寨、越南什么这些地方都是，印尼都非常火啊。但是呢，在日韩要稍微差一些，北美呢，包括这个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一般啊，也有人买，但是卖的不多。然后唯一的例外就是荷兰啊，荷兰人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啊，喜欢的一塌糊涂。这个导致很多在荷兰或者在欧洲那边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都是到中国搬一堆的东西，然后到荷兰那边去出去啊。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想吧，他比如出了10个一套啊，这10个一套里头呢，你每次买的是随机的，但是这里头一定会有几个特别少啊。那么这个特别少的，没准你在中国买就能买，比较容易买到嘛，然后你可以搬到荷兰去卖去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生意。盲盒这种玩法呢是很神的啊，它是最早日本人发明的，它呢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你每次要开嘛，人是有收集欲的，或者叫收集癖，对吧？总是希望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找齐。那么对于这个盲盒来说的话，就极大的刺激了普通人去收集的这种欲望啊，所以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呢，大家收集完了以后就要收藏嘛。所以我们以前看到很多的日本朋友，还有包括香港、台湾朋友，他们会收集各种玩偶啊，收集一整套，然后觉得很有成就。收集完了还得给人看啊，所以它还有社交属性这个东西。再加上很多的游戏玩法，比如说，哎，这个里头有一个隐藏款，谁都不知道是什么啊，或者这个隐藏款还特别少，然后在不同的月份，在不同的地区，然后用不同的这个稀缺度来分发不同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盲盒啊，它有很多游戏玩法。甚至还有人去换二手啊，因为这个也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嘛。日本人发明了以后呢，并没有让盲盒这种玩法直接就发扬光大，虽然日本人也很喜欢玩，但是呢，盲盒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它量不大啊，量比较小，然后呢，对于制造工艺要求很高。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种类非常多，对吧？它不像是普通工业产品似的，我一个模子造个10万个，它不会干这种事情。你可能每一个模具造个可能几万个或者1、2万个，没准还更少，几千个就这事完事了。所以导致这个东西比较贵啊。就是在日本玩盲盒的时候，他们很多是大型的餐饮企业或者一些大的企业，他们会做一些这样的盲盒去赠送啊。当然也有一些这种团体，就是这种文艺团体啊，他们也会做一些盲盒去做活动，但是呢，并没有把盲盒这个事情做成一个特别大的产业。但是呢，当盲盒到了中国以后，这个事儿就变味儿了啊？为什么呢？这个第一个，小批量、高品质、低价格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个不可能的三角啊。我批量要小，品质要高，价格还要低，这3个你不可能同时达到。但是这个东西到中国它就实现了啊。我们现在可以去生产这个娃娃，生产100个、200个，然后它给你做出来，质量很好，价格还不贵，对吧？因为我以前在游戏公司的时候，我们去找这个上海那边的盲盒厂或者叫玩偶厂去问过这个事情，然后也拿了大量的样品回来看，就日本很多的盲盒都是他们生产的啊，包括这个泡泡玛特什么都是在这儿生产的，对吧？这个品质非常好啊，价格不贵。你说我现在想订这个500个，没毛病，给你做去啊。这个他们这个在国内已经把这个事儿搞定了，就是工业4.0的弹性生产。而且呢，中国有大量的 IP 被用盲盒的方式进行包装了。泡泡玛特成功上市之后，国内所有线下零售机构的这种厂商都在去做盲盒。B 站、哔哩哔哩有盲盒，然后呢，名创优品有盲盒，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盲盒店都在做。甚至还有一些盲盒店直接跟其他的业态去混合，什么抓娃娃呀，跟他们一起混合起来玩，对吧？这也是新的玩法。那么商场里边大量的统一装修的门店啊，你像商场里边去看这个泡泡玛特门店，哇，那个装修的非常豪华。还有大量的自动售卖机啊，很多的商场、机场、酒店里边都有这样的自动售卖机来卖这个泡泡玛特，而且社交媒体上也有快速的传播。
像日本原来开始流行泡泡玛特，不是泡泡玛特，像日本原来开始流行盲盒的时候，它还没有短视频呢，对吧？咱们还赶上了短视频，赶上了小红书，赶上了抖音这些东西。那么大家在里边去这个给大家看这个，就是网红给大家看泡泡玛特，这太正常了。最适合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内容是什么？除了小姐姐扭屁股之外啊，最适合的这个直播平台的内容其实是赌博。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在直播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无数的这个创业者就跟我去讲，他说我要去做直播赌博啊，这个事儿实在是太正强，对吧？这个因为真金白银的玩啊，你因为是直播嘛，大家也有这个公信力，也愿意相信你这个赌博是一定会输了赔钱的，对吧？所以因为大家知道赌博这个东西核心是靠信誉的，对吧？你说我这个赌场信誉不好，那谁上你这儿来赌钱来？所以直播最适合的东西就是赌博。而盲盒呢是带有极强的赌博性质，对吧？还有社交性质、收藏性质以及二手交易等一大堆属性，所以非常非常适合抖音。这个也是从来没想到过的东西，就是当这个泡泡玛特啊盲盒遇到了抖音和小红书这样的东西来，一把就火了啊！而且呢，一旦遇到了这些东西以后，你还有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的游戏玩法在里头。啊，买几个送几个，然后怎么去更换，怎么去二手交易，怎么的，实际上都可以去设计啊。这个还是大量的游戏人在里边去做出了贡献的。那别的具有社交属性、文化属性的奢侈品呢，在中国的年轻消费群体里头啊，其实不太流行。为什么？因为它消费能力够不着啊。于是呢，盲盒就趁虚而入了。啊，你看我买了一个这个东西不贵啊，100块钱，因为刚才咱们讲那个。拉布布也就是100块钱一个啊，不是很贵啊，但是也不是很便宜了，不是那种花5块钱就可以买到的东西啊，还是稍微有点价格的，对吧？买完了以后呢，我还可以出去给人晒一下啊，这个还很漂亮。因为中国年轻人能够去买的这种文化属性、社交属性奢侈品，要么就是假文玩啊，那个文玩你说你买个200-300块钱的串儿戴一戴啊，这个事儿也有人干啊，但是呢，这个就不够年轻嘛，哎，买个泡泡玛特这个还是比较年轻的。然后中国人有制造的能力，有营销的能力，有巨大的年轻消费群体，啊，这就是让盲盒这种产品啊，或者这种商业模式到了中国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一发不可收拾。当然，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在中国能够跑起来的还有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就是中国人好赌，啊，中国人非常非常赌，啊，赌性极重。你给了他一个能赌的东西，啊，国家还不管，好开心，我要去玩一下。所以呢，在中国的盲盒市场就彻底卷翻天了，一大堆人在这卷来卷去的。那么，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泡泡玛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吧？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泡泡玛特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一堆投资人去问他，说当时他的第一个产品叫 Molly 啊 ，MOLY，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名字，也是很怪的一个小娃娃，就问他说：“这个 Molly 是哪个动漫、哪个书的 IP 吗？有什么故事吗？”然后当时讲了一个特别让你觉得高深莫测的话，你完全听不懂，然后觉得好厉害，对吧？他讲的是什么？他说：“你看，我连故事都没有啊，我已经把所有的这些 IP 啊、故事啊、都放弃了，我就让你去赋予它故事。当你去摆着一个 Molly 或者摆着一排的 Molly 在面前的时候，你可以挨着个给他们讲故事，给他讲任何故事都不违和，啊，这是当时的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所有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它。”这个，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深印设计的衣服好看吗？其实并不好看，但是呢，深印为什么能跑起来，跟泡泡玛特为什么能跑起来，其实原因是一样的，就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地方，试错的成本足够低，试错的效率足够高，搞错了没关系，再来一次，对吧？搞错了大家不喜欢，再来一次，这个是可以不停的去看的。所以泡泡玛特玩的是什么？他在选择各种各样的 IP 进行孵化，总有成功的，失败的成本完全可以接受，对吧？他是这样才去做的，而且他有设计很独特的风格，品质也还可以，对吧？因为日本人做的这个东西也是在中国生产的，那我们找到相应的工厂说你给我接着生产不就完事了吗？价格也不贵，对吧？那我就不停的推陈出新，不停的推陈出新，万一哪天哪块云彩下雨了，不就行了吗？像荷兰就属于一个典型的案例，不知道哪根神经搭对了线了，突然就爆火了，其他的欧洲国家都觉得你们在干嘛呢，对吧？然后泡泡玛特也在各种总结经验，但其实他总结经验都是狗屎，
对吧？泡泡玛特在荷兰这样的国家爆火，或者包括到泰国很多爆火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狗屎运直接踩上了，就完事儿了。你不用去想它到底为什么。你说我照这个再重新设计一个，再去荷兰卖就能卖火，未必啊。这个你在就是像泡泡玛特也是说，我给这个日本也设计了单独的日本风格的娃娃，也给美国、加拿大设计了当地特定风格的娃娃，卖都不好，对吧？所以他自己也没有掌握规律，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我就是足够多我不停的试风格独特品质还不错，价格便宜，完事儿了。所以试的次数足够多，总是有机会的。日本、韩国呢，现在自身的文化属性还很强，所以泡泡玛特暂时还只是在尝试并没有彻底打开。但东南亚的情况呢，跟荷兰这个情况还稍微有一点点区别。荷兰我们说它基本上是踩上狗屎运了，但是东南亚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东南亚呢，在面对中国的生活方式输出，这是什么意思？中国其实有很多的影视剧作品，中国的游戏、中国的漫画、中国的小说等等这些文化作品，都在快速的侵袭东南亚。包括中国的抖音、快手、短视频也在快速的侵袭东南亚，因为很多在东南亚那边做的各种的短视频应用，都是从中国出去的团队在做。做完了以后，他们会有大量的叫搬运号。什么叫搬运号？就是从中国抖音上直接把视频打包了，然后到那边去发去。为了让自己的视频平台能够有内容可以放，他们会做很多这样搬运的工作。搬完了以后呢，其实很多东南亚人是希望过咱们这种生活的，对吧？为什么想过咱们的生活？故事并不重要，生活的背景环境其实是让人向往的。太乱的肯定都已经删掉了，咱们现在能够在抖音上放出来的视频都是经过审核过的，所以咱们已经放出来的就是中国有多么美好，中国的这个各种背后的这个生活环境多么高楼大厦，对吧？然后所有的人生活怎么安逸，都是这些东西放出来了。那到底讲什么故事？其实他们也听不懂，他们也不关心。就是我也想过这样的日子我干干净净的城市，高楼大厦，然后各种东西很好吃，对吧？这个不挺好的吗？所以我们现在在向他们输出生活方式。中国的文化输出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努力泡泡玛特呢，并没有挣到太多钱这几十亿人民币真的不算多少钱这个，但是呢，中国文化输出或者像东南亚这样的国家输出中国的生活方式这件事情，肯定是一个新的趋势。真正的工业斯巴达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出去，对吧？你想输出汽车，想输出电子产品，你必须要靠便宜，靠这个还能够过得去的品质，靠不停的推陈出新上新品类，这个东西很累的。但文化产品制造并不难，你说泡泡玛特这种东西做出来有多费劲？但是在工业 4.0 的基础上，大规模的组织能力，这个还是中国制造的另外一面这个在国外是没有的，只有咱们有，对吧？申印跟 Timo 基本上也是靠这东西成功的。一件衣服从这个发现这个版型到最后摆在商店里卖，1个礼拜到2个礼拜的时间，谁能搞定？在全世界只有咱们能搞定，对吧？然后这个衣服总共做了300件、200件，把它都拿出去就完事儿了这个谁愿意干？只有中国人愿意干，而且价格还不贵这就是咱们现在在用这种工业 4.0 的能力在打他们。中国呢也在做产业升级但是到底向哪个方向升级是个问题。工业斯巴达就是说咱们造更多的汽车，造更多的这个国产替代，但是另外一条路呢，就是咱们要去做这个新的东西要去做文化输出，文化和 IP 输出，这个才是有意思的地方。就跟好莱坞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做文化输出的这种产业一样，也挣很多钱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好好的靠文化 IP 输出去挣钱呢？国家推动的文化输出效果其实都一般，为什么？第一个很强势，第二个呢不能说错话，第三个很刻意，对吧？很多孔子学院都纷纷关闭了，大熊猫呢这些年其实也没有那么火了。中国真正的文化输出并不是告诉你我汉家文化有多伟大，而是什么？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直接展现给对方看，说你看我们就是这么想问题的，我们就是这么过日子的，我们就是这么出去买东西的，然后中国的风景就是这样的，对吧？潜移默化的这种输出，就跟我们当年看欧美日韩香港电影的时候不是一样吗？我们也被改变了，
你以为我们看这个电影就没变吗？我们也变了。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国的游戏、中国的短剧、中国的小说与漫画、中国的盲盒，现在都在用这样的方式，把中国的生活方式带给他们。说你看，我们就是在过这样的生活。那你说真的有人羡慕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吗？这个事儿其实不重要，哈哈。为什么呢？中国是世界工厂，我们各种产能过剩，我们的文化娱乐内容生产也是产能过剩的，对吧？那产能过剩我们就输出呗，对吧？这个我们汽车产能过剩了，我们输出了我们太阳能板产能过剩了，我们输出了。我们文化内容产能过剩的时候怎么办呢？对吧？比如说游戏版号制度下来的时候，中国的游戏厂商就赶快出海啊，这个国内没法发行游了，赶快到国外发去。双减出来的时候，大量的教培机构，我们出海啊，这个事儿不能在国内混了，我们出去，闯关东下南洋啊，中国人的脚永远不停歇，咱们一定要走出去。那么大浪淘沙呢，也总有人能够在海外把这个渠道规则玩明白。当然，肯定每一次出去了，一定是大量的人会挂掉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对吧？但是也总有人能玩明白。刚才咱们讲这泡泡玛特，它就属于玩明白了。试错的成本足够低，试错效率足够高的情况下，总有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时候啊。咱也不说咱们生产的东西有多好，对吧？我就不停的试啊，试来试去，这个您不喜欢，再来一个啊，那个也不喜欢，再来一个啊，这个不错哈这是您要的东西，对吧？咱们一直是玩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在我们输出所有的这些文化产品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刻意强调，你连遮都遮不住，自然而然就流出去了，对吧？你洗不干净的。而且在现在这样的一个 AI 大潮之下，为中国文化输出递过来了最后的一块拼图啊！为什么呢？原来翻译成本、翻译效率、翻译质量是制约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巨大的难题，对吧？因为我们以前有很多同事去尝试把中国的网文小说翻到国外去，但是有一个问题，中国网文小说都特别长，对吧？动辄好几百万字，甚至有这个2、3千万字的中国网文，那你要想把它翻出去，这个事儿有多痛苦，对吧？那你说我想把这个几千万字翻出去，这个成本太高了，你在国外挣不回来这笔钱啊，对吧？这个作者都没挣到这么多钱，对吧？签字3分钱，签字2分钱，他都没挣着啊，那你哪有钱去翻译啊？这个事儿搞不定的，对吧？那时候机翻啊，机翻质量又太差，然后呢，你再找人校对又很慢啊，这个事儿搞不定。但是现在呢，AI 的翻译质量一下就上去了，甚至你还可以做自己的词表，做什么，比如说什么叫元婴期啊，什么叫这个抱元守一啊，你都可以自己去做。做完了以后，甚至你可以自己去训练一些新的这种专业翻译模型，让他们去做这种翻译，那这个效率高的一塌糊涂，成本一下就下来了，对吧？质量还有保障，这多棒的一个事情！所以 AIGC 大模型把最后的缺口给堵上了。这个泡泡玛特的盲盒呢，只是一个缩影啊，这是中国制造的另外一面，小批量、高品质、低价格、快速迭代、快速反应，这一面是中国工厂啊，或者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全世界其他国家超不过去的啊。当然，这个背后肯定是很凄惨的工人压榨，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他们还是搞不定。全世界的文化 IP 都可以到中国来生产他们的玩偶啊，然后拿回去卖，这也没问题啊。会有更多的中国 IP 尝试以玩偶或者实体的形式进军全球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新的方向啊。到国外去卖在中国生产出来的这种玩偶，咱们现在做出来这个东西的品质已经非常好了啊，价格很便宜，很快可以很小批量做出来，也算是一种新的生意。而且我觉得呢，咱们与其向全世界去输出中国汽车、输出中国手机，还真不如去输出一些中国游戏、中国小说、中国的电视剧、中国的泡泡玛特的这种盲盒，这才是真正挣钱的方式，对吧？而且，当我们做了大量的这种输出以后，可能真的全世界会有很多人理解我们说，哦，中国人是这么想问题的，哦，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想问题？对吧？他就会理解说你们的或者我们的思想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啊？这才是我们继续能够往前走，继续能够挣钱，继续能够被大家所理解的一个
方向啊，不要努力的去造工业斯巴达，不要努力的去造汽车了，炼钢铁，那个其实没什么意思的。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三辆车多少钱？第三辆就是我这个福特啊，福特40多万嘛。泡泡玛特在东南亚非常火，是的，火得一塌糊涂。看好 A 股嘛？这个我心脏不好啊，不跟他玩这个。美国电车发展不可能有想象的那么快，主要是充电基础设施没那么快。但我看马斯克不是推了好多这东西了吗？小女孩最喜欢泡泡玛特了啊！是我们家闺女回了一趟国，在南京路旗舰店被震撼到，我花了数千元人民币买了一堆精致的塑料回家，这挺好的呀，这不就是这样的吗？哥们儿，你这是经典的直男价值观，对，绝对的直男价值观。最早是日本扭蛋，更早是健达奇趣蛋，也叫出奇蛋。对啊，这个他们发明了，我们把这玩意儿发扬光大了。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一个男子熟知 4S 店套路，伪装成老板，声称要买5辆奔驰，销售小姐姐为了订单陪吃陪玩陪睡3天，然后老板就失踪了。这个，哎，这就没法说了。很多人直接买一盒就肯定起，绝对不起。他投放的时候会这个分批次投放的，你就得不停的买。这个不过它过会儿有一个隐藏版啊，还有隐藏版，这是真的啊。你可以买那种就是凑的整套的，那个就比较贵，所以他们有很多玩法。所有沉迷直播的人的赌性都重。MrBeast 啊，是他那个好多直播都是靠赌的。我也有拉布布啊，放在自行车前面。哎，这个但是100块钱，我是不是我也去买一个？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带着这样的东西出去，是不是会被人嘲笑呢？盲盒这种产品模式真心撞到了国人的心尖上了，绝对的。这个从小大人到小孩，从游戏到实体产业，从当年的 NBA 球星卡、小浣熊的那个卡片，对，水浒卡，到今天的泡泡玛特游戏抽卡，覆盖到了整个年龄段的克制级消费人群，是这样的。莫莉和拉布布是可爱啊，这个好吧，这个反正我还是稍微有点欣赏不来啊。特斯拉第一年保险费7000啊，那么贵。我这个车的保险一年才3、4千块钱。对，电车的保险是贵一点。泡泡玛特好像在国内崩过盘，是的，崩过盘。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又起死回生了。蜜雪冰城在印尼跟越南都很火，是的。仰望极速版跑出392公里每小时吧，每分钟疯了啊！这个咱们不需要这东西。想想游戏王决斗卡似的，蓝眼白龙拍卖价上百万，理论上一般人是不可能收集齐全的。这个，但是你总还是有人能收齐呗。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新故事啊！大家还有什么新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新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也准备早些休息。然后本周的会员节目的话，我在想我的这个 AI 课程是不是好久没有更新了啊？准备给大家做一个比较有趣的 AI 课啊。这个先不要着急啊，因为我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还要稍微的修整一下，稍微的想一想。然后其他的内容的话，我现在还没想好讲什么，咱们慢慢来。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在中国工厂能输出人可能吗？中国的工厂能是人可能吗？都快锁国了啊！人失业人口成倍增长，关税被各国输出啥啊？这个我觉得啊，走到那一天再看吧。这个怎么办呢？博路爱
多拉贡啊，这应该都是泡泡玛特的名字吗？美股现在又大涨了，只有 A 股一直等待上涨。A 股前两天也涨了啊，只是今天好像是盘尾的时候掉下来了，因为那个重磅会议最后到底是多少钱没看。今天是6万啊，6万亿，但是6万亿呢，它是在收盘以后放的，对吧？大家也知道说，如果你要是数大的话，比如10万亿、12万亿、14万亿的话，一定会在收盘前放，对吧？这个6万亿的话，就只能在收盘后放了，4点多放的。勤奋，哎呀，这个勤奋还是要稍微的，最近反而是播放数据很差啊，希望美国大选完了以后，这个播放数据能好起来。因为我也知道我前面讲的东西跟大选没什么关系，对吧？离开热点了，后边咱们再讲一些这个跟经济啊、跟创投啊、跟科技有关的事情。暴露年龄，好吧？中国产的 Fatback 宽轮胎电动自行车现在横扫欧洲青少年市场啊，这是一种什么东西？以前的欧洲中学生都奔着16岁的生日，家长会去买一台 scooter，跟同学出去飙。现在的 Fatback 电动自行车又不用驾照啊，不燃油还稳当，长得跟摩托一样酷，比普通的 e-bike 更方便带人，才700欧起步。青少年现在人人都要。现在欧洲正在想办法禁止行驶，说是扰民。这个青少年骑的肯定是扰民，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啊。这个那是什么牌子的这个 Fatback？这个很神奇啊。周五下班前发消息，没准好，准没好消息是这样的。这个网易游戏高管贪腐的事情，其实呢，我关于这个高管贪腐的事情，在会员频道里讲了好几期了。他们这个呢，玩不出什么花来，所以我也懒得再讲了，没什么意思。网易逮了一帮，然后字节逮了一帮，都在逮。所以呢，我们真正要想的不是说他们到底是怎么贪的钱，为什么贪钱，这个事儿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都要去抓人，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去宣布这件事儿才是重要的啊。当然了，这个可能需要再收集一些信息，让我再思考一下，咱们再去讲这个故事。官方的报纸里说辞是一辆电动车怎么可能才1000欧，太便宜了，必然不能信任。问题是欧洲本地产的普通 e-bike 要2500、3000欧，还没有 Fatback 结实，更不能带人兜风。网易腐败跟字节、阿里都一样，是哪儿都一样，不是新闻。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大家周末愉快。